他和自己的女兒們繁衍出了一個大家族，但卻在被暴露時殘忍殺害了自己的妻女。他留着一頭亂糟糟的髒辮，也是世界上最肮髒的囚犯之一。為啥有肮髒而不用可恨呢？因為根據狱警透露，他被关押在牢房期間每天都打，然後将其涂抹在牢房的各个地方，包括自己的脏辮上，美其名曰是保存好他珍貴无比的子孙。当他被轉移到死囚牢房後，獄警們不得不用高壓水槍好好清理他待過的牢房，那場面那氣味令在場的所有人都反覆乾嘔。話說光是開頭的這些描述已經足夠炸裂了吧，但實際上比起他本人犯下的罪行，這些都只是九牛一毛。這個男人名叫馬庫斯·維森，他自稱為上帝，是維森家族的首領。在2004年3月12日，馬庫斯制造了一起大規模的謀殺案，死在他手裡的9個人分別是他的妻子、侄女和女兒們。就在人們覺得他不可思議的時候，維森家族黑暗的生活方式被公之於眾，難以想象都到了21世紀了，竟然還會發生如此辣眼睛的事情。事發地點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弗雷斯諾的一個貧民區，有2個女人帶着親戚朋友們在棟房子前瘋狂大喊，要求裡面的人歸還孩子，還引發了騷亂。對方正是馬庫斯，他身高1.8米，體重136公斤，花白的髒辮已經長到了膝蓋，看上去非常的魁梧。然而相比於情緒激動的人群，馬庫斯顯得格外冷靜。很快警方趕到了現場，馬庫斯平靜地解釋了基本情況。與此同時，警方也初步認定這不過是一起普通的兒童監護權糾紛案。馬庫斯告訴警方，自己先去和孩子們告個別，於是轉頭進屋鎖上了門。然而馬庫斯就這樣一去不復返，警方多次敲門也都無人應答。大約僵持了1個多小時，屋子裡面竟然傳出了一聲槍響。此時的馬庫斯依然不肯開門，接下來又是一連串的槍擊聲，警方立刻包圍了整棟房子。過了一會兒，馬庫斯現身，他一言不發，身上附有血液，所有人都面面相覷。其中一位名叫艾羅伊的警察率先進屋，他很快就發現了客廳靠牆的位置竟然堆放着棺材，他不敢想下去，趕緊呼喚其他人。經過一番搜查，只剩下了一個大門緊閉的房間。艾羅伊在黑暗當中摸索了半天才找到開關，而接下來的一幕足以令在場的所有警察都為之一振。只見地板幾乎要被鮮血染紅了，9名受害者都是眼睛中槍，他們就像是柴火一樣被疊放在一起，其中包括了嬰兒、環孩子以及年輕的女性。艾洛伊趕緊抓起了受害者的手尋找脈搏，可惜都沒有了任何生命跡象。與此同時，門外的2位母親都要崩潰了，他們都是馬庫斯的侄女，而孩子也都是馬庫斯的親骨肉。是的，你沒有聽錯，馬庫斯和自己的2個親侄女生下了孩子，並且殺死了他們。如此混亂的關係一下子都難以讓人理清，而馬庫斯就這樣被戴上了手銬，安靜得令人害怕。至此，有關於維森家族黑暗的秘密終於被揭曉。原來馬庫斯不僅身為家族族長，還有另外一個身份，那就是所有18個後代的父親或者祖父。這是因為馬庫斯擁有童養媳的同時，另外又與多名女兒侄女保持着亂倫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一個精神錯亂的男人，通過性虐待另有妻子、女兒和侄女，創造了屬於自己的後宮們。關於童養媳，馬庫斯當年遇到了8歲的伊麗莎白，他當時就宣布伊麗莎白屬於自己。在他們結為合法夫妻後，也是馬庫斯骯髒一生的開始。婚後，馬庫斯不停地給伊麗莎白洗腦，你很特別，主選擇了你，當我的妻子，你要完成主的任務。因此從14歲開始，伊麗莎白就不停地懷孕生產，再懷孕再生產，到達26歲那年，她已經生下了11個孩子。馬庫斯對此很滿意。一直以來，馬庫斯完全控制着各個家族成員的精神和肉體，他們經常住在破舊的棚屋裡，生活是苦不堪言。而馬庫斯本人從未有過安穩的工作，他一方面依靠社會福利，另一方面就是成年子女外出打工的收入也要全部上交給他。在馬庫斯創造的後宮裡面，任何女性成員都是他未來的妻子，而他們活着的意義也就是生孩子。馬庫斯還聲稱耶穌基督是吸血鬼，如果有一天警察找上門來，那便是世界末日的到來。另外，他還洋洋灑灑地編寫了一本維生家族專屬的聖經，創立了自己的修行儀式。至於孩子們學習的課程，通常女孩在8歲開始，馬庫斯就要洗腦教授一些房事，另外他們還要學習該如何為馬庫斯清洗髒辮業務。就是在8歲的時候，他猥褻了自己的女兒如比，他向如比保證這是家人之間表達愛意的方式。到了13歲那年，馬庫斯恭喜如比現在可以嫁給他了。而上帝是允許男人擁有多個妻子的，但是由於上帝的子民正在滅絕，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惡化，他們必須多多繁衍後代。同樣的，另一位侄女索菲亞也是這麼被洗腦的。
總之，維森家族的所有女性成員都是在很小的时候遭遇到馬庫斯侵犯，以便他們都能夠生下更多的孩子。那家庭邪教到底有多可怕呢？即便是马庫斯的女儿子女受尽了性虐待，可他们仍然相信維森家族是一個非常民主的家庭，裡面的女人們都過得非常的幸福，任何事情都有的商量，她們也都是自願懷孕生孩子的，没有任何強迫的成分和。是当被外人問起來是如何受孕的事，他們卻謊稱是人工受精。而對於伊麗莎白來說，當丈夫開始與女兒侄女亂倫後，她就提出過抗議，也嘗試過逃離這個家，但每一次都會被馬庫斯抓回來，然後狠狠地掐住脖子。要知道，馬庫斯體重至少有270斤，伊麗莎白根本就難以反抗，有一次甚至被掐暈，自此以後她再也不敢逃跑了。事發當天，伊麗莎白也是最後一個見到孩子們活着的人。當他聽說馬庫斯要帶全家搬去華盛頓，然後正想要回孩子時，伊麗莎白就有預感，估計會鬧得不可開交，於是趕了過來。一開始，警方將其視為日常監護權糾紛案來處理。作為妻子，伊麗莎白被喊到屋子裡面與馬庫斯協商。據她回憶，孩子們待在房間出奇的安靜，這反而讓伊麗莎白感到很是不安。她雙手顫抖着打開房門，卻發現裡面光線異常昏暗。馬庫斯則跪在地上，手裡抱着他們17歲的女兒麗絲。此時麗絲死氣沉沉地盯着母親看，而馬庫斯淡淡地說：“你過來，我好像有麻煩了。”而麗絲的表情似乎在說一切都晚了。伊麗莎白一下子就明白了，她甚至都沒有看清，其他孩子就嚇得趕緊退出了房間。然而如此邪惡的男人對待兒子，卻展現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以至於當兒子們得知馬庫斯被抓的消息後，一個個都非常的震驚，因為在他們眼裡，馬庫斯雖然嚴格，但也稱得上是全世界最好的父親。原來一直以來，維森家族的男孩和女孩都是分開生活的，他們遠離姐妹們住的地方，這樣一來，雙方就無法交流，也不可能發生任何性接觸。男孩們壓根就不知道父親對於家族的女性成員們都做了哪些骯髒的事情。塞拉菲諾·維森是馬庫斯其中的一個兒子。事發當天，他親眼目睹父親走到外面，被警察銬上手銬的模樣。當時父親一直盯着自己看，塞拉菲諾非常震驚。雖然父親面無表情，但那無助的眼神是不會騙人的。這是他第一次見到父親這般弱小的模樣。小時候，塞拉菲諾對父親唯一的印象就是比較嚴格，他有時候會叫男孩們一起趴地，然後警告他們誰敢犯錯就會被埋在這裡。而現如今，塞拉菲諾已經是2個孩子的父親了，他發誓絕對不會像父親那樣對待自己的孩子。阿德里安·維森也是其中的一個兒子，因為家中孩子眾多，所以他跟馬庫斯的交流並不多。只記得小時候，有一次阿德里讓母親搖下車窗，結果不知為何就被馬庫斯揍了2個小時。當時沒人覺得這是不正常的，因為家庭氛圍就這樣。而令人震驚的是，由於從小與姐妹們隔離生活，直到父親被關進監獄很久之後，才慢慢聊到維森家族女性成員們所經歷的一切。事發後，調查人員開始仔細搜查馬庫斯的住宅。令人震驚的是，房間和車輛當中充滿了經驗的痕跡。起初，警方以為還存在更多的其他男性邪教成員，但事實證明，這些都是來自馬庫斯本人的。在審判中，馬庫斯聲稱是25歲的女兒塞布雷娜犯下了所有的謀殺案，兇器是一把0.22口徑的手槍。經檢測，槍上確實有塞布雷娜的指紋。內陪審團雖然無法確認受害者全部都由馬庫斯開槍打死的，但他們認為在警察上門後，馬庫斯深感事件末日的來臨，很有可能向孩子們施壓，迫使他們自殺。2005年6月17日，馬庫斯被判犯有9項以及謀殺罪，此外還犯有14項強姦和性虐待的罪名。據說馬庫斯牢房所在的大樓戒備森嚴，只關押十惡不赦的性罪犯，如果放到一般的牢房，估計早就被人解決了。奇怪的是，馬庫斯对獄警們都還算有禮貌，但他從不敢直視女獄警的眼睛，也不被允許其他囚犯互動。根據獄警所監聽到的有關於馬庫斯電話內容和訪問記錄顯示，他雖然患有精神疾病，但所有犯罪都是故意為之，並沒有任何冤枉成分。話說，很多人都還擔心那些幸存的維森家族成員會不會嘗試劫獄或者集體搞自殺那一套。畢竟邪教的影響力不容小覷，但好在剩餘的幸存者們都還算清醒的，甚至直呼我們自由了。另外，伊麗莎白也成功與馬庫斯離婚，她不想讓剩下的那些幸存者孩子們被視為馬庫斯的後代，她的為所作為本就不應該牽涉到無辜的孩子們。